今天我们来聊聊每个人随身必备的装置，那就是手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才和朋友谈到某件商品，打开手机却立刻看到相关的广告，或者刚在网络上搜寻一家餐厅，随后就接到陌生电话问你要不要办某种优惠，这种种迹象让人不寒而栗。难道我们的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视着我们吗？听起来像是危言耸听，但这个说法并非全无根据。智慧型手机确实在默默地记录我们的一举一动，很多时候它并不是直接偷听我们说话，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我们的资讯。比方说，我们用手机搜寻过的内容、浏览过的网页、点过的影片，甚至在某个 App 上停留的时间长短，这些都被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数据会被用来分析我们的兴趣与习惯，给我们推荐最对味的广告和内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手机好像能猜中我们的心思，并不是它有什么超能力，而是因为它掌握了我们太多的资讯。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也许你会怀疑，手机真的没有偷听吗？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场景，早上7点，小明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刷新闻。他随手点开了一篇汽车新品的报道，多看了几眼。8点，他在通勤路上滑着社群媒体，朋友分享的旅游照片让他驻足欣赏了好一会儿。中午12点，小明和同事共进午餐时拍了张大合照上传朋友圈，却没注意到照片自带的定位资讯暴露了他们所在的餐厅位置。下午3点，他下载了一个号称能清理手机垃圾的免费 App， 安装时顺手就同意了所有要求的权限，包括读取他的联络人和简讯内容。傍晚6点，小明在和朋友的聊天中提到了最近想买车的打算。就在当晚6点半，他打开一款影音 App 时，竟看到推送的汽车贷款广告，而7点接到的一通电话更是直接向他推销车贷产品，把他惊出一身冷汗。夜里11点，小明已经入睡，但他的手机却没闲着。凌晨3点，手机里的用户体验改进计划自动将白天他的各项使用数据打包上传。隔天清早，小明再次醒来时，发现手机通知栏里又躺着几则根据他昨天网购浏览记录推送的促销简讯。这一连串的事情看似巧合，却真真切切地反映出我们每天都在被大数据盯梢的现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种贴身监视？推手之一就是藏在手机系统里的一个识别代码，叫做广告识别码。大约在2012年，苹果的 iPhone 开始为每台手机分配一组特殊代码，称为广告识别码。Google 的 Android 系统也在差不多的时期引入了自己的广告 ID。这组广告识别码就像是手机的身份证，专门提供给广告商用来辨识你这台装置。透过它，各种 App 和网站上的广告商都能确认某个 ID 的使用行为，比如这只手机浏览了哪些网页，看过哪些商品，于是把分散各处的资料串联起来，描绘出使用者的轮廓。换句话说，如果你在社交媒体按了一个赞，又在购物 App 搜寻了一双鞋，广告识别码会让广告商知道这两件事都是同一个人在做，并将这些零散资讯汇总到你的档案里。日积月累，你所有使用手机的习惯和喜好都被贴上标签，你在广告商的资料库里几乎成了一个透明人。难怪我们常常感叹手机里的广告太懂我们，因为背后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时刻盯着我们。如果你对网络技术稍有了解，可以把广告识别码类比成行动端的 cookie。 你或许注意过，当你浏览网站时，常常会跳出让你选择是否接受 cookie 的提示，那就是网站请求在你的浏览器储存一小段识别资讯，用以跟踪你的浏览行为。而在手机 App 的世界里，没有 cookie 机制，但有了广告识别码，广告商同样能达成跨平台追踪的效果。Cookie 通常只在某个网站或广告联盟内有效，但广告识别码却是通用的，等于给所有广告商都发了一张追踪你行为的通行证。更麻烦的是，广告识别码这个功能预设就是开启的，绝大多数用户压根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从未主动去关闭或重置过它。试想，超过90%的人都任由自己的广告识别码亮着，等同于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摊在广告商眼前。难怪有那么多人觉得手机在全天候监视，
因为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如此，只是监视你的不一定是某个人在暗中窥视，而可能是无数数据分析程式和演算法在盯着你的行为。当然，即使你关闭了广告识别码，广告商也不是全无办法，他们还是会尝试利用所谓装置指纹技术，透过你的手机型号、系统版本、萤幕尺寸、常用软体等各种细节来推测你的身份。这种手段虽然精明，但成本更高，精准度也有限。因此，关掉广告识别码至少能有效增加对方追踪你的难度，让他们没那么容易锁定你这个目标。除了广告识别码，其实我们的手机里还暗藏着不少默默泄露隐私的开关。例如，许多手机厂商默认启用的用户体验改进计划，它表面上是为了提升产品品质，实际上则会定期将你的使用数据回传给厂商。你打开了哪些 App， 每个 App 使用多久，哪个功能容易当机，这些使用习惯都被统计上报。官方声称此举是为了改进服务，但换个角度想，厂商因此对你的日常使用了若指掌，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24小时监控吗？此外，定位服务也是一把双面刃。我们习惯用手机导航、查天气，这些功能都需要定位资源，但许多 App 可能在背后反复存取你的 GPS 资讯，悄悄记录你每天的行踪。长此以往，一条完整的活动时间线便绘制出来。举例而言， Google 地图有个时间轴功能，可以让你自己查看过去曾去过哪些地方。然而，如果这类详尽的行踪资料被别人掌握，后果就不堪设想。对方可以推算出你的居住地址、工作单位、孩子学校等敏感地点，再配合社交工程，这些资讯很可能被用来对你量身定制诈骗剧本，甚至威胁你的人身安全。也许有人会说，他并不介意被收集这些资讯，觉得看到贴合兴趣的广告没什么不好。然而，问题可不只是在广告本身。当你的个人数据如此彻底的被汇整，风险远超出想象。首先，这些详细的用户档案往往会在不同公司之间共享，甚至被出售给第三方数据经纪商。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兴趣，乃至电话号码、电子邮件等联络方式，都可能被打包成商品。有报道指出，在黑市上，一笔个人资讯的售价可能还不到几块美元，但汇集成千上万人的资料就是一笔惊人的生意。也正因为这些个资被批量贩售，我们才会接到源源不绝的骚扰电话。在资讯时代，个人资料就是一种值钱的商品。大数据行销公司和布销业者都虎视眈眈地想取得这些资源。一旦你的电话门号流入这些行销名单，就很可能开始接到源源不绝的推销简讯和诈骗电话。更有甚者，这些庞大的数据还可能被用来影响舆论。2018年震惊世界的剑桥分析丑闻便是明证，有超过5000万笔 Facebook 用户资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成为精准投放政治宣传的工具。幕后团队利用分析出的性格和喜好，量身定制广告内容，成功左右了一些国家的选举走向。这件事告诉我们，个资外泄的危害绝不仅是多几封垃圾邮件而已。除此之外，各种大型资料外泄事件近年来更是层出不穷。2021年，全球最大的社群网站 Facebook 爆出超过5亿笔用户资料外泄，其中就包括许多人的电话号码。连 Facebook 创办人马克·祖克柏本人的电话都未能幸免，可见不论身份地位，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隐私泄露的受害者。有统计显示，台湾近年来累计外泄的个人资料已超过数百万笔，严重程度在亚洲名列前茅。据报道，台湾民众的手机号码有高达60%以上曾经外泄，难怪诈骗集团的电话能打一通又一通，因为你的号码很可能早就在黑市名单上被人兜售多时了。所以说，如果任由那些隐私开关打开着，我们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聚光灯下，过着全透明的生活，一面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一面也承担着隐私被窥探的代价。听起来很可怕，别担心，我们并非无计可施。其实只要花点时间检查和调整手机的设定，就能大幅改善隐私处境。至少别让自己成为那些不法之徒眼中最好下手的对象。第一招，关闭广告追踪功能，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拿 iPhone 来说，进入设定中的隐私与安全性选单，找到追踪，
将允许 App 请求追踪的开关关掉。这么一来，所有 App 都不能再要求取得你的广告识别码。Android 手机则可以在设定里找到 Google 账户或隐私选项，点进去会看到广告设定，在那里启用退出个人化广告，并且重置广告 ID。这些步骤听起来有点技术，但其实非常简单，几下点选就能完成。而它带来的改变可不小，等于把贴在你身上的那枚隐形识别标签撕掉。没有了这个标签，广告商想再精准的锁定你，难度就高多了。第二招，关闭不必要的数据回传。前面提到的用户体验改进计划就是典型例子。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设定，在搜寻栏输入用户体验或装置分析等关键字，找到相关的体验改善或数据收集选项，然后将其关闭。如果有提供删除已收集数据的功能，也一并把历史资料清除干净。如此一来，你的手机使用数据就不会再源源不绝地回传给厂商，减少敏感资讯外流的管道。第三招，关闭照片的定位资讯。很多人不知道，手机相机在拍照时会同时记录下拍摄地点的 GPS 坐标，存进照片档案的属性资讯里。如果你把照片传给别人或上传到社群网络，有心人只要查看照片的 EXIF 资料，就能知道你在哪里，什么时间拍的。这是不是想想都令人背后发凉？其实这种隐患绝非耸人听闻，曾经就有窃贼专门在网络上物色正在度假的对象，透过他们上传的旅游照片泄露的地点，推测出屋主的住址，趁人不在家时上门行窃。只是一张照片，没想到却让坏人有机可乘。所以建议大家打开手机相机的设定，关掉保存照片地理位置的功能。如此一来，日后你分享照片时，就不用担心照片里藏着泄露你行踪的线索了。第四招，严格管理 App 的权限。当今许多 App 为了收集额外资料，往往要求超出其功能所需的权限。例如，一个简单的手电筒 App 也想存取你的麦克风和定位，那就非常可疑。我们应该定期检查手机中的应用程式权限设定，在 iPhone 或 Android 的隐私选项里，都能查看哪些 App 取得了麦克风、相机、位置、通讯录等敏感权限。对于那些不常用的 App， 或者你根本忘了自己装过的 App， 该收回的权限就收回，甚至考虑直接卸载。特别是麦克风、摄影机这类可能直接监听你的权限，更要格外谨慎。事实上，此前就发生过多起 App 滥用权限的事件，比如一款看似无害的手电筒工具，暗中收集了用户的地理位置和联络人名单。又比如，有的社交 App 会扫描用户手机相簿中的照片资讯，分析你的喜好。这些听来荒唐的行径都真实发生过，令人大叹防不胜防。现在 iPhone 在有 App 启用麦克风或相机时，会在萤幕上方显示橙色或绿色的小点提示。 Android 新版本也有类似的指示标记，平时多留意这些提示。如果发现没在录影时却亮起指示灯，就表示可能有 App 在背后偷用你的装置，要立刻排查处理。值得一提的是，就连我们习以为常的语音助理功能也曾出现隐私风波。过去有报道指出，苹果和 Google 的语音助理在唤醒词以外，偶尔也会录下用户的对话，而这些录音片段甚至被交给人工人员聆听，以改进语音识别演算法。尽管厂商随后声称已加强管控，并允许用户选择是否参与此类分析，但这些事件无疑再次提醒我们，任何便利的功能背后都潜藏着隐私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觉。最后，再提供一些进阶的保护措施。如果你怀疑手机可能已经被恶意软体感染，变成骇客的窥探工具，可以考虑使用手机安全软体进行扫描，或者在备份资料后将设备还原出厂设定。平时也要养成定期更换重要账号密码，开启2步骤验证的习惯，避免心怀不轨者利用外泄的账密登录你的各种服务。此外，还要留意手机的运作状态。如果近期明显感觉手机异常发烫、耗电特别快，或者行动网络流量无故暴增，都可能是有隐藏程式在背后运作。这时务必要彻底检查，看看是否存在不明 App 或可疑的背景程序。当然，更根本的还是提高警觉，不要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不乱点击陌生简讯内的连结，
不随便授予 App 过多权限，从源头堵住隐私外泄的漏洞。针对层出不穷的广告推销与诈骗来电，我们也可以善用一些工具来减轻困扰。许多智慧型手机本身就提供来电封锁或过滤功能，你也可以下载号码辨识 App 来拦截可疑来电，例如专门标示推销与诈骗电话的应用程式。这类工具虽然无法阻止你的号码被外流，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骚扰，提高日常生活的亲近度。不过话说回来，治标不如治本，最重要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预防措施，尽量别让自己的个资轻易落入他人之手。值得庆幸的是，隐私问题如今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推出严格的个资保护法规。例如，欧盟在2018年施行了号称史上最严的通用资料保护规则 GDPR， 要求企业在收集使用者资讯前必须充分告知并取得同意，违者将面临巨额罚款。科技产业也开始顺应这股浪潮，苹果公司近年在 iOS 中大幅强化隐私控制，允许用户阻止 App 跨站追踪。这项改变虽然让广告商怨声载道，却为消费者赢回了主动权。当然，法律和技术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同时，我们自己的防范意识仍然是保护个资的第一道防线。总而言之，智慧型手机带给我们极大便利，但也潜伏着隐私危机。那些藏在手机里默默监视着我们的设定开关，如果一直开着，我们就彷佛生活在玻璃屋里，一举一动都被看得一清二楚。这也难怪许多人抱怨现在广告无孔不入，诈骗电话层出不穷。毕竟当我们的资讯毫无保留地外泄出去，不肖之徒当然会乘虚而入。所幸透过上述几个简单步骤，我们还是能夺回相当程度的隐私主导权。把该关的开关关掉，等于为自己的隐私加上一道锁。或许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日子清静了不少，手机上莫名其妙的广告少了，骚扰电话也没以前那么多了。到那时，你一定会庆幸自己及时补上了这道隐私防线。值得注意的是，手机隐私问题只是整个数位时代挑战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越来越多的智慧装置、智慧音箱、可穿戴设备、车载系统等等，也都在收集各种资讯。未来的隐私保护将是一场长期战役，需要每个人提高意识，更需要法律与科技的共同演进。现代生活虽然离不开智慧型手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只能任由隐私被肆无忌惮的侵害。面对科技巨头花样百出的数据收集手段，我们能做的就是随时保持警觉，善用各种设定来为自己筑起一道保护墙。千万记住，别让你的手机继续在暗中出卖你。现在就动手检查一下那些隐私开关，给自己的隐私加上一把牢固的锁，让大数据的黑暗之眼远离你的生活。